没有多久会想说要跟他共结伦理。共结伦理是什么？Salut， 我是 Zephyr， 欢迎来到汉蛋801人生侦探所。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现实生活中常常听到的一个残酷事实，就是为什么熟女在网络爱情诈骗当中常常会跌跤。有时候我们听完以后都会觉得，难道真爱这么难寻找得到吗？就我在现实中也跌跤，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所以现实跟网络其一样的，实对你来说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对，我旁边的朋友啊，很多是有一点点钱，然后在工作上已经有一些经历了，那可能也可以算成事业蛮成功的。但是她们这些姐妹，就是生活其实有一点少了一点爱情的滋润。所以我常常听到一些他们对我讲的事情，比如说他在网络上遇到的一些人啊，没有多久会想说要跟他共结伦理。共结伦理是什么？共结连理，他们的话术通常都会是说，一开始就跟你嘘寒问暖啊，然后再来就会没有多久就会说，你是我遇到这一生里面最适合我的人，我好像等待这一刻很久了。真的有人会信这种话哦？连脸都没看过耶。就有啊，不然我那些姐妹为什么一直觉得那真的是她的真命天子？所以他们都相信对方是不在意外表，只注重心灵的。外表，对啊，要不然没看过就可以说你是我这辈子等这么久终于等到的人。应该也是有看过他们 FB 或 IG 的照片吧。可是一样啊，他就是不管怎样，就是即使对方他也没真的真实看，你也没有真实展现在真的出现在他面前过，那所以他是真的相信对方是就是无所谓外表，只要心灵够美，像他这样子就可以接受，就是觉得很棒这样子吗？对，我不知道，可是他们的话术通常都会包含说，我们两个开始就是没有认识没有多久就开始规划说心灵相通的感觉。对，然后开始规划未来的生活，例如说你的朋友漂亮吗？我必须不好意思的问这个很失礼的问题。对我来说他们算漂亮的啊。所以现实中没有过男朋友或男伴吗？应该有啦。okay. 对，或许也有。对啊，有就是有，都一定会有经验了啦。经验。okay. 对，对。那我觉得这些听到的对方在网络上面的那个男方的说法，当然都会是说，你工作这么辛苦啊，那我希望以后能够。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你就可以不用再继续那么辛苦。那对方的身份可能就会是一个什么医生、军官、企业，对，军官、军医，对，有军医哦，有军医，而且是在也门的军医。我有听到好多个都是在也门的军医，好忙的军医，所以也门其实没有很忙嘛。有啊，因为他们也门是一个听说是有战火的地方，所以他一边躲避战火，一边谈恋爱吧。也门的网络还蛮稳定的没有，他们会说也门呢，有时候就是我的朋友会希望跟他面对面，不是面对面啊，就是视讯。那希望说你可以，比如说每天这样大概一阵子，就我们可以视讯一下子。那听到的是说，对方就会说，那我们这边的网路应该有点问题，或是有被审查，会有各个方式就没有办法。对，所以。重点是对方会许他一个美好的未来，以后可以嫁给他当少奶奶之类。OK， 但难道女生不会担心说一直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脸，或者他其实长得其貌不扬呢？没有，通常他们看到的对方的照片就会是一个非常的他们都相信那些照片是真的，非常有成就的样子。好吧，那就只好相信了。对。但是后来你知道没有隔多久，
他们之间可能就会听到有像刚刚说的军医，那他想要脱离战场或什么需要一笔钱。美国政府怎么这么有一种赎身券的感觉，就需要一笔钱能够资助他能够脱离战场。真的对，那要不然就是一个企业家，可是他扩展企业，想要回台湾经营，或者是说来到台湾经营，那他就会希望说我的姐妹们可以在经济上面经援他们。没钱就不要来啊。不行啊，他喜欢对他的真命天子在台湾，他还是很希望来这样子。对，后来就是渐渐的开始因为金钱的问题开始发生争吵。所以就一切就是像这样。所以你朋友把钱给出去了吗？有些没有，有的有。好吧。对，这个就是我觉得不知道，然后当然他们心里后来就非常难过啊，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因为金钱有所决裂了，而不是我们所说的诈骗。那他不会觉得他们的感情当初讲的这么浓情蜜意，怎么会这么轻易被金钱决裂？可能他们觉得感情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争执吧。老是跟钱的话就不是就是有问题的吧。或许他们会觉得夫妻的话也会是因为金钱或家庭经济关系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们不是夫妻啊，他们什么都不是。但是他们认定对方可能觉得说以后我们就是要结婚了，只差比如说要结婚的这一步。可是如果我不晓得，如果正常的人不就会想说，如果对方是真的，前提是对方是真的，我也是真的，我们都很认真在走这条感情，然后老是因为钱的部分起争执而决裂的话，不会有就觉得好险。如果没有现在就发现的话，等真的交往然后走下去，最后还是会因为金钱方面的事情出问题，不会觉得自己很幸运吗？对，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也很难去懂女方的心态，因为我其实大家都会认定说，如果是网络的感情诈骗，大家都会把矛头指向那个诈骗者那一方。但是我们这一集其实是想要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如果是被害者那一方，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为什么会落入这样子的陷阱。对，那刚好我说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这些姐妹她们其实生活圈是非常狭小的，有一些是老师，一些是公务员，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基本上看到的都是同类人嘛，所以你能够真正去认识外界的其他业界的人，其实机会其实比较不多的。为什么会不多啊？就比较不愿意跨出去吧，也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你像公务员或老师，下班还有周末也都是有时间啊，不是吗？可是因为可能就是工作上面也就觉得很累吧，所以都是在家里跟公司之间往返。你2点一线，对，是要遇到谁？然后我的姐妹也会觉得说，她的现实生活当中遇不到她的理想对象，因为你2点一线，你是要遇到谁？你连 7-Eleven 都很少去，都遇不到了，好不好？对，你说连店员都很少，对啊，或者身边中只有店员这样，是，对啊，你就只能那种10只，就手脚20只手指头数出来，你每天见的人都不会变。对啊，那你就算你去求月老，月老也会很头痛，好不好？你好歹去别的地方。对啊，你好歹走往不一样的方向去，老是家里跟公司，再来就家里 7-Eleven。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说的这一些姐妹们，她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医生嘛，对不对？然后军医啊，企业家或是真的是自己 CEO 啊什么的，他们其实都是跟我们就是看到这些公务员跟老师的生活差距很大的。对啊，所以他们其实是向往其他的，所以他们其实对自己的生活其实是不满的嘛。对，不然为什么一直要往那一边看？
对啊，那再来就还有一个可能是觉得躲在荧幕之后面的空间会让你感觉比较有安全感，比较有自信，这样就不需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有年纪了，我身材没有很好，然后我也不太善社交，我其实不太会聊天。对，总是要给自己一个想象空间，我就不用去面对这个，我在网络后面，然后他也很忙，就每天就是讲一些很基本的，听我抱怨就结束了。对啊，对，那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一些很容易落入陷阱的人，就是我刚刚说这几点，就是他们的生活的空间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毕竟网络就是一个虚拟空间嘛，不是一个真实有互动存在的一个场景。所以有可能他们对于对象是带有自己的投射。对吧？对啊，就是用自己的认知去脑补对方的一些行为。好，比如说对方的嘘寒问暖啊，早安、午安、晚安。其实像这种话语，我们其实也就是一个很普通，如果是一般朋友，我们也是会听到对方说早安的嘛。对啊，我想一般朋友，那公司同事不是？对啊，也不见得是真的是喜欢感情成分上面的才会讲这些话。Siri 也会跟我说早安啊。对啊，为什么他只会跟你说早安？这是他的工作。有值日生就是。对啊，你要不然就跟 ChatGPT， 他一个月才收你690，比较省一点，他也可以给你很多情绪。对啊，他会给你很多情绪。是你知道说他就是要690，不会超过。对，除非你量需要到超过，然后需要到 max， 一个月可以要到6900。你真好清楚这一块哦。对，因为我你也很需要。没有，我是想要听他不同的想法了。对啊。对啊，所以你不觉得这个就是一部分是带有投射性质的？后面呢，就是男方可能会因为先跟你建立了情感关系之后，他就开始实施他想要诈骗的这个行为，就开始跟那个女主角要钱嘛。那我的姐妹们会觉得说，她只是把它当成对方只是跟她讨论他们之间财务的分配问题。Okay. 对对对，因为对方会说，我们这一笔钱其实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当成一个投资基金。那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先把这投资基金都先设立好之后，我们之后的婚姻生活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也还是女生还是会认定说，这之间的为了金钱的争吵只是为了我好。对，也只是为了感情上的。对，但是他们其实不愿意去看清这个事情的状况，将对方的行为视为是一种诈骗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对方男生已读不回，我的朋友就会觉得啊，他一定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所以他现在不方便回，就帮他的各式的我想说，如果也门的军官已读不回太久，我会怀疑他是不是死掉了，战死了吗？我跟你说一个奇妙的事哦，那位军官自己就是医生嘛，对不对？那后来呢？请问美国政府不帮自己的军医吗？为国家贡献的人，重点是他是医生，应该是可以治疗自己，对不对？他后来就跟我朋友说呢，他身体不好，所以他需要钱，想要来台湾看中医，是不是？想要台湾看中医，对，他就跟他硬要一笔钱，说要来看，就是要看医生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派去也门的军医果然是有等级的差别。对，然后或者说会帮对方找一些理由，就是说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啊。好在哪里？所以他就只是每天这样问候就有了，就算好了。可能吧。他就说他对他很好，那现在的一些争执，可能我们还是可以原谅他。所以他们所谓的好其实很廉价，你懂我意思吗？他们的好只需要在网络上听你抱怨，说你好棒，然后照3餐问候，这样就是好嘞。所以其实没有人对他们好过。对啊，因为这样是我就觉得爱情诈骗，
网络爱情诈骗这件事情，就是受害者，其实跟网络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他们就算走出去，也一定会被骗。所以是不是网络诈骗就是一个假议题？对啊，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那个网络上看过一个，就有一个人讲，就是弄了一张照片，是那种中古世纪欧洲，他们有那个未婚男女的聚会，然后一起在跳舞，然后大家都穿得很华丽这样，然后有人就写说啊，现在都没有这种实体聚会了，我真希望我是在古代就有这么多机会这样，然后下面就有人回说，现在还是有很多这种实体聚会，就算把你丢在古代的这些时候，也不会有人邀请你去这个派对的。对，就事实上，我们最后还是得面对，我们跟人相处上有没有让人觉得舒服，还是你都觉得只有别人需要来安抚你，对，需要来把你捧着，话题都只有你想，就是只讲你想讲的，不完全听不进别人的话，也没有办法跟别人有共同的共鸣，一样啊。你看在网络上，他只要别人这样照三餐，就是完全没有情绪的听他抱怨，他就觉得这样子很好了。对啊，我不觉得就是只要任何有心的人做到这么简单的事情，不用在网络上就可以骗到他们了。对，因为我觉得网络就是因为有想象空间，那我觉得像女方这样子，大部分是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去了解对方跟自己。还有很现实的是，你为什么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发光的美丽灵魂，你不需要在网络上发光被看见啊，你现实生活中一定就会有人发现你嘛。没错。那不愿意面对，有没有可能是我如果走到现实里，我就得跟其他女性竞争，不管外貌，不管脑袋，不管灵魂，不管谈吐，不管气质，我都得竞争，我就知道我胜算不大，所以我就躲回网络上。因为现实生活中，你人跟人，你喜欢一个呢，一个多金，有自己事业，然后经济能力稳定，个性又好的男人，你就是得去竞争而来。这就像工作的位置一样，这么好的一个位置，一定有很多人争。对啊，很多的那个选择权嘛。对，那所以你也会知道啊，我不去面试了，因为我可能几率很低，不是一定不会是我。所以他在网络上就不需要面对，他只要活在自己的想象里就可以。而且感觉上就是我跟对方一对一，他并没有看到其他人也是对啊，不管他是不是竞争者真的还假的，就算他是真的好，我真的不觉得有这么多样选择性的人会特别选上谁。因为对他来讲，他也在为他未来的人生打算一个最有利，然后最有价值，然后投资下去能够有最大的回报的一个人。那为什么这些人会觉得是自己？对啊，就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美丽而发光的灵魂的话，不需要在网络上，现实中就会有人发现。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其实被诈骗的人可能还会拒绝承认对方就是一个诈骗者。对啊，这个才是最危险的地方。他就是同时就得要面对现实，就自己被骗。其实这样条件的人根本不可能看上我，他们从心底最期望的就是想要证明，就是我也值得有这么好的爱。对不对？对啊，因为我老实说，你说想要一个多金，然后事业成功，然后各方面个性又好的男人，你不一定要在网络上啊。说是在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多活动里面，你如果想要外国人，想要台湾人，哪一国人，在台湾你都有很多这样子的聚会，对，你现实上都可以参与啊。为什么你如果觉得你是有这些想要这些条件的对象没有不对，就是你有设定条件没有，你不需要往下委屈自己。但重点是你这些条件，你现实生活中你自己有没有可能直接导入他们的生活圈？对，你有没有可能去比方早餐会啦，各种什么可能至少去看人家生活圈长什么样子？
那很多其实应该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融入，因为害怕被拒绝吧，而且也可能害怕说自己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样的抢手或有自信，对吧？我觉得他们不是害怕，而是他们明明就很清楚是自己不会是被选择那一个。他在这个他被在交友的市场上面，还有对在异性交友市场上常常是被遗落的，不是被选择的那一个。对，我相信这是他们经验以来所学习到的，才会选择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不要再受伤。才会选择这样，否则的话大家都还是会觉得我有一点点机会就会想要试试看吧，对不对？对啊，对。那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会在网络上面寻求一个心灵的慰藉或是情感的支持啊，这些有时候是因为自己内心太寂寞，但是寂寞其实就是你本来就是要找一个连结，一个 connection 嘛，但是你的连结虽然是可以是一个人，但是如果今天这个人就是他自己本身他也是一个很匮乏的人，那你找到的也只会是一个匮乏的人，而不会是一个事业成功啊，然后生活是过得很顺利，各方面都非常的完美的人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试图要让自己也变成是一个不虞匮乏，然后各方面都是非常的不见得要跟人有连结，那你的生活当中可以找到比如说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可以做的很好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跟其他的比如说动物啦，或是你在信仰上面跟神佛有连结，这些其实都是让你自己更完美的一个方式。对，而且我觉得这些连结有时候不是让自己更完美，而是像我养了动物之后，我就才知道说原来是可以不管你做的好不好，就是依然被爱。就像我的猫狗一样，就算他们今天坏了，今天尿错地方，今天就是做坏事但是我依然就乱咬东西之类但我还是不会因为这样子不爱它。你会，然后我的猫是根本就不让我剪指甲，就超凶的这样。但对啊，但好像就是你会知道，原来这就是所谓没有条件的爱，就你不需要去，他不需要为你改变什么，去迎合你什么。对，然后所以你也会知道这一份爱的感受大概是这样。你的意思是说，就算是他的乱抓乱尿，你还是一样爱他的意思？对啊，我不会觉得，就是我会想知道问题背后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然后如果没有，我就接受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其实就是不管你是在现实生活中想要找一个连结，或是在虚拟的空间网络上面找一个连结都好，但是就像是你说的，你要非常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么，还有自己的缺点到底是什么。对，就是自己的，因为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我相信这些被诈骗人很多的生活，他可能甚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人家聊，然后对于那个真的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本身就只剩下抱怨，他们的兴趣就是抱怨八卦，对，然后真的有兴趣的东西，你问他你想学什么或什么，他可能就一片空白，他们觉得他们人生就没有想要再成长，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匮乏变成是想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帮他解决他的所有匮乏。对，因为通常像我的姐妹，她们希望的对方也会是一个好，今天财务上面是还蛮我就不用工作了。对，因为对方也会跟他说你工作辛苦，所以你跟我在一起你就不用工作，所以他也会想要是这样子条件的。可见就是说他今天匮乏的东西，他会希望借由对方来帮他弥补的所有的一切，连带把自己的人生交给对方来处理。
对啊，对，那自己就可以不用努力了嘛。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还是蛮多人习惯性从外面找一个英雄来替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但事实上英雄也很忙，英雄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根本就不会有英雄这件事，不会有人来救你。对，就像佛法里面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告诉你，其实只有你自己可以救你自己。就像超人也是要赶快找一个那个电话亭，赶快换衣服。对，他有他的自己的责任。对啊，所以就如果没有办法看清，其实无所谓网路或不网路，是他的人生什么都看不清吧。对，所以我们要奉劝，只是说因为现在网路让更多人可以见缝插针，去针对这些人的弱点不断的刺探、给糖、诱饵丢下去，有更多机会。对，那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出门，就算实体的诈骗也骗不到他们，因为碰不到。对啊，但我相信这样子的人，即使在现实之中都很有可能被骗，也有可能就几率会很大嘛。对，就因为他们甚至连讯息来源可能都一直在看到的是假消息，没有办法求证，然后没有办法就是你看有些人他那个照片假成这样，你怎么是眼睛是老花了还是怎么会看不出来？就你怎么会觉得可以说服自己？怎么会没有发现可以发展的人？对，你怎么有办法这么骗自己这样子？对，那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不关网络，是他们拒绝让外面很多刺激或是很多他们需要用力去学的东西进入他们的生活，那等于是把自己关在牢笼里。对啊，其实因为我们遇到的人其实有一部分是自己的样子的展现嘛，就是全部都是。对啊，所以会常常遇到诈骗的人，那是不是显现出他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你虽然说诈骗，我到底跟我的感情匮乏到底什么关系？没有，就两个都是贪啊，他贪你的钱，你贪他的情啊。对，所以就是两个都是贪的人才会这样，不然只要一个人不贪好，这个连结就会结束了嘛。对啊，就因为我没有贪爱啊，对，我不需要一个莫名其妙，而且我没有需求，对啊，不需要从你身上去求得什么我一定要的东西。对，或者是说我对于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品质非常在乎。对，或是我非常小心确定的各个品质，不管是你的长相、实体谈吐、真实的气质等等的，我很在意的每个人靠近我生活的人的品质。网络上只是其中一个媒介，重点我愿意去认真的探索更深层，就是真实的样貌。对，那就没有问题啊。对啊，我记得你上次说有一个男生跟你讲了一个什么啊？很多男生跟我讲了很多东西，什么？就是说，你说他的一个好像是说他是照顾每一任女朋友的对啊，常常会说小孩。对，他就是说，意思是说他对以前的女朋友为什么都找不到好的人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超付出的人。然后呢，他过去呢就是女朋友不断的劈腿，然后甚至是其实有小孩他都帮人家养。然后这些生活他对女生付出很多很多这样。想要表示他想表达的是说他是一个那个很宠女孩子的人。那对我来讲没有啊，就你为什么有办法一直吸引到这么混乱生活的人？那可见他就是这样的人。对啊，不然到底有办法到哪里去一直找到同样类型这样子的？对，一直跳在同一个坑里，你都没有觉得有问题。所以你如果答应跟他在一起的话，其实你也是那样子等级的人。就是我没有答应，不可能跟他答应跟他在一起啊。就是我就会想说，哇，我其实没有想要一个过去这么复杂，即使他是个好人，但不代表我想要，就即使过去就过去了，跟他现在未来没有关系。但我不觉得，就是这对我来讲，我会觉得你过去的人生可以复杂到这么混乱。对，我不觉得我有心力去处理这件事情。对，那反正你想跟谁在一起，不要跟我就好了。
对啊，你又拒绝了他，就像你以前曾经拒绝过我一样。但是我相信我应该是跟你比较合适的，也没有哈。那我希望这一集节目能够帮助那一些在网络世界感觉到很混乱，或者是有可能会你身边如果有遇到类似这样的人，可能要小心对方的意图。对啊，而且我觉得很多这样被诈骗的人，他们可能都没有跟自己亲近的人提过，对，没错，从来都没有。然后，当然你劝他信不信那是另一回事，但如果他从来都不想要告诉别人这件事，其实别人真的很难介入说，对，我要去告诉他这是骗你的，或是帮他找一些新的生活圈去做事。对啊。好，那就希望我们的姐姐妹妹们还有我们的蛋宝在生活中还有人生当中都一切顺利哦。好，那我们就先说拜拜咯，拜拜。